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明明开始用 AI 了，但事情没有变少，有时候甚至更忙。不是 AI 没用，而是用法不一样，结果会差很多。今天我用3个非常实际的例子跟你讲清楚这件事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。第一个情况很常见，你每天要写东西，像是文案、说明、脚本或者 email 这种，于是你每天都在问 AI，帮我写一个脚本或者帮我写一个 email。一开始会觉得很爽，但很快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提问，差别只是主题换了。后来有些人开始换一个做法，他们先花一次时间，把我想要的结构写清楚，比如开头要讲什么，中间要几段，语气是冷静还是随意，然后每一次只换内容。结果是他们不是写得更快，而是不用再想怎么写。第二种情况是在学习方面，很多人学新东西时，第一反应是问 AI，这样子的问法会问很多，但是学得很慢，因为每次问题都是零散的。后来我看到一些人会先定一个固定的流程，比如你想学一个新知识，可以叫 AI 先用白话讲一遍，再列出3个关键点，最后给一个简单的例子。这样子每次学新东西都走同一套，结果是这样子学习的速度就会开始稳定，而且还记得住。差别不在知识量，而在没有一个学习模板。第三种情况是做决定，你每天要判断很多事，比如要不要接，要不要改，或者要不要继续做这些事。像这样子要做决定的事，很多人是每一次都在重新问 AI，问到最后反而更犹豫。但有些人会做一件事，他们先写下3到5个判断标准，比如这件事有没有长期价值，有没有清楚的下一步，还有风险是不是可控。之后 AI 只是帮他们对照，他们不是把决定权交给 AI，而是让 AI 照规则跑一遍。你会发现这3个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重点不是 AI 帮你想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用法。当用法固定，你就能更好的利用 AI 来做事。如果你现在用 AI 很累，通常不是工具的问题，而是你每一次都在从头开始，每一次从零开始都会消耗你的注意力。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最近7天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做了3次以上，如果有，那一件事就值得用 AI 固定下来，不用复杂，只要下次不用重想就够了。AI 真正好用的地方是在你不需要每天重新思考，当你开始减少重复判断，你会发现事情就会自然变少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。